7月4日，在国际社会上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日子，不仅是美国的独立日，也是在印度召开上合组织元首理事会发表新德里宣言的日期，同时也是伊朗正式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国的时间。现在伊朗正式成为了上合组织的第9个成员国，而在加入上合后，伊朗方面就宣布了2个重大措施，都事关美国。关注不迷路，点击关注支持我们继续做下去。第一件事就是伊朗总统莱西呼吁去美元化，这显然就是对美元主导的霸权地位的挑战，公开与美国叫板。当然，这也是上合组织和金砖组织以及其他国家共同推动的目标，那就是摆脱对美元的依赖，增加更多的本币结算。而伊朗此举也可以减缓美国制裁带来的影响。第2个重大措施就是伊朗要与俄罗斯携手推进能源的出口。伊朗外交部主管经济外交事务的副部长萨法里表示，伊朗和俄罗斯有共同点，都是能源出口国，而其他国家是消费者。随着伊朗加入上合作组织，将有助于推动俄伊能源出口。提到共同点，因为这每个国家都遭受了美西方的制裁，甚至美西方还要联手打压俄罗斯石油价格，而且对伊朗的制裁更为严厉。那么俄伊的合作可以为伊朗提供更多的出路和与西方谈判的筹码。可以看得出来，加入上合后，伊朗的动作是比较大的，也是比较迅速的，第一时间在反对制裁上采取了一系列最新措施。其实伊朗一直以来都渴望加入上合组织，从地理位置上来说，上合组织是与伊朗比较近的，而且伊朗与俄罗斯、中亚、中国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有较多的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，包括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。近期与俄罗斯还在进行南北铁路建设的协商，而且伊朗很想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。从国际环境上，伊朗也迫切需要加入一个能够给自己带来更多发展机会的组织，因为随着美国在中东的布局，导致与伊朗的矛盾加剧，两国明里暗里已经进行了数次对抗，而且疫情期间，美国还不解除对伊朗制裁，不允许伊朗购买疫苗，西方的一系列经济制裁影响了伊朗的石油出口，这就导致伊朗经济走下坡路。那么伊朗急需一个上合这样的靠得住的组织帮助发展经济，而且从古组织性质上来看，上合组织无疑是非常适合伊朗的，包括上海精神和3个倡议，以及共同反恐、共同发展、构建上合命运共同体的目标，基本上与伊朗的方向也是一致的。所以加入上合对于伊朗来说，无论是为自身发展，还是为了抗衡美国制裁，都是至关重要的。其实伊朗还一直希望构建一个反制裁联盟，伊朗与俄罗斯都有这个想法，甚至想拉拢中国加入。这样的话，伊朗构建的反制裁联盟确实会有影响力。但是有2点原因无法实现，其一，中国是不结盟国家，很难办到与俄伊建立反制裁联盟。其二就是中国的经济和俄伊不一样，俄伊主要靠能源出口，是能源出口型国家，中国主要靠国际贸易，而且与西方也有更多的贸易合作。所以对于伊朗此前提出的反制裁联盟，中国可能不会加入。但在反制裁上，中国有一个更有效的方法。在近日，随着美方在高科技领域进行诸多限制措施，还让日本、韩国和荷兰也加入到制裁中国的阵营中，中方也采取了对等反对措施。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已经宣布将对镓和锗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，意思就是说，这2种物质的相关化合物，中方将限制出口。而这2种金属当然并不是普通的金属，而是非常稀有的金属，常用在高科技材料上，比如半导体、太阳能等各种高端仪器上。那么中国的禁令效果很明显，其一就是美国、日本和一些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坐立不安了，认为中国这种举措可能会影响他们科技的发展，甚至影响经济层面。根据荷兰外交部的说法，作为拥有光刻机技术的国家，荷兰方面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，开始呼吁欧盟对此做出回应。那么中方宣布这些措施，其实是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的，因为根据中方的说法，是出于国家安全和战略层面上的考虑，这2种金属的作用非常大，中方是站在维护国家利益的立场上，才禁止2种稀有金属材料出口的。
而且中方并没有立即就禁止，还给美方留了一个机会。那么根据禁令中表述，这两种金属的禁令是在1号才正式实施，也就意味着还有20几天的时间，留了个窗口期。因为大家都知道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即将访问中国，要谈的问题无疑是经济层面的合作，以及贸易上的问题。美国无论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，对中国的贸易先是从脱钩，后来又提倡走未去风险，其本质上是行使打压中国之实。那么中方限制出口，也可以看成是对等反制。美方如果另有想法，完全可以在耶伦访华期间来进行一次深入的探讨。在这期间，中方是否让步，就要看美方能拿出多少诚意了。所以在访华前，中方这一步无疑是一招妙棋，而且中方也用实际行动给俄罗斯和伊朗上了一课。唯一试图打造反制裁联盟，采取抱团取暖的策略，本身是无可厚非的，但还是没有明白一个道理。美方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力，能够完成这些制裁，是因为知道俄罗斯和伊朗的筹码没有美国多。美方除了靠美元霸权和西方结算体系外，包括各种工具来实现美国制裁的目标，比如经济、政治和军事层面上，以及凭借自身强大的影响力，推动盟友加入制裁当中。而美国能够做到没有后顾之忧，是拥有世界第一的 GDP， 世界最强的军力。而且根据美国总统候选人的说法，美国在海外总共有313个军事基地，庞大的军事力量撑起了美国随意扣押伊朗运输船的底气。所以我们也很难听到伊朗和俄罗斯对美国实施哪些制裁，就算实施了，作用其实也没有美方施加的制裁大。当然，抱团取暖确实可以对冲美方的制裁影响，但是在反制裁的问题上，还是无法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。那么中方的做法效果是非常明显的，因为进入出口管制的都是美方宣布的战略物资，而中国是加和者的主要生产国，基本上是世界各国的供应商，包括日本、欧洲和美国、韩国，都需要从中国进口这两种材料。如果断供，那么影响小到电池产业，大到雷达、半导体等核心技术，所以对西方先进设备生产和升级维护上都造成不小的影响。而从西方的供应链来看，在这一行业的从业人员比较多，如果断供可能会影响整体产业的发展，所以中方无疑是打到了他们的痛点上。中方的做法向来比较明智，就从同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来看，其实对于布林肯要来，大家都比较反感，因为美方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这种做法来谈也未必能起效，所以我们并不希望浪费时间跟美方交流。但是大家应该注意到，在布林肯访华之前，中方也对美国的美光公司下达了禁令，引起了美方的轩然大波，所以是下达禁令之后才同意美方的访华。这就意味着在相关问题上，中方不会按照美方的意思走，而是有自己的打法和思考。显然，这次在耶伦访华前，中方宣布出口管制的措施也是一样的道理，那就是美方需要清楚，在限制中国发展、下达更多制裁措施前，应该考虑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。中方早已不是100年前的中国，必然不会任人宰割。而且根据中方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的说法，美方在搞制裁，中方还会加以反制。显然中方能够做到游刃有余。由此也可以看出，在反制裁的问题上，中方显然有更多的手段和筹码。抱团取暖自然是其中一个选项，但并不是中方最优先的选项。在反制裁联盟的问题上，中方的做法也告诉了俄罗斯和伊朗一个道理，与其抱团取暖，倒不如反过来掌握美方的痛点，这样可能起到的效果反而是立竿见影，最终的主动权才能回到自己手上。